是宋霭龄。错了，她在马克店女子学校寄读，不到礼拜6是不回来的。哎，那一定是宋美龄。不对，她才3岁。那我猜不着了。你为什么偏偏不知道我呢？而我是我们家里最优秀的。这位最优秀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呀？我是宋庆龄啊，教名鲁塞洛，学名劳什文。公元1900年，绝对是中国最屈辱、最惨痛的一年。大清王朝的腐败无能，致使八国联军再次入侵北京，将紫禁城洗劫一空，最终不得不在次年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，赔款高达4.5亿两白银，让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。但也在这一年中，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却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那就是宋庆龄。此时的孙中山34岁，而宋庆龄年仅7岁。为了策划惠州起义，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乘船来到上海，再次寻求好友宋家树的支持。在等待筹集足够的资金购买枪炮期间，他接连几天都住在宋公馆，与宋家树进行洽谈。而也就是这次短暂的留宿，让他与宋庆龄产生了特殊的缘分。在宋庆龄的童年记忆里，家中常有革命志士往来，而这位孙叔叔就是父亲口中最推崇的英雄。他从小就听着孙中山为国为民的革命事迹长大，心中早已对这位革命领袖埋下了无限的敬仰与崇拜之情。此时的宋庆龄就好像一个追星的小孩，可当偶像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，内心除了激动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对这位偶像的好奇。你是一名逃犯，我说对了吧？好，说对了，说对了。爸爸给我讲过这里面的故事，你写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为什么要骗人呢？宋庆龄手里拿的正是孙中山当初在伦敦脱险后为自己撰写的《伦敦蒙难记》。宋庆龄通过这本书，不仅了解到了孙中山的英勇事迹，还从中感悟到了这位孙叔叔革命事业的艰难，这也为日后他留在孙中山身边参加革命埋下了一个诱因。那么两人年龄差距这么大，最终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？这其实与开放的思想和一致的三观密不可分。1908年，年仅14岁的宋庆龄就被宋父送往美国读书，这个经历让他早早就接触到了西方的开放思想。出国留学的同时，他也不忘时刻关注孙中山在国内的革命事业，因为宋家树送他们姊妹来美国读书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和哲学，用所学的知识回到中国，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。所以当宋庆龄来到美国后，便以特等的成绩考入了威里斯安女子学院，于1913年又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所学校毕业。而在宋庆龄留学期间，孙中山在国内实现了短暂的共和后，在宋庆龄毕业的那年便迎来了第2次革命的失败。然而即便经历革命的挫折，但当宋庆龄再次见到这位年近50的革命先驱时，他那目光如炬、心怀天下的信念依旧深深震撼着这位刚归国的热血少女。于是宋庆龄便决定留下来，同姐姐宋霭龄帮助孙中山完成革命。起初她只是协助宋霭龄帮忙处理孙中山的英文信函和文件整理，但到了1914年9月，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，宋庆龄便正式接任，成为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。她流利的英文水平和投身革命的做事态度，以及无私奉献的救国理想，深受孙中山的喜爱。工作之余，两人常常促膝长谈。宋庆龄从西方教育中获得的民主思想和他敏锐的见解，也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带来了新的启示。在这场革命中，他们是师生，更是战友，思想的彼此碰撞，灵魂的距离被无限拉近。随着交往的加深，两人的爱慕之心也愈发强烈，很快便坠入爱河。1915年6月，当宋庆龄回到上海，向父母坦陈她要嫁给孙中山时，却遭到了宋家树夫妇的极力反对。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情同手足的战友竟要迎娶自己的女儿。母亲倪桂珍更是泪流满面，双手合十，不停地向真主忏悔。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世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。如果我们冒着毁坏自己的名声的危险去独树一格，那么我们就将在上海滩上声名狼藉，一败涂地。这样对孙中山，对中国革命也不会有任何好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同意庆龄选择的这条路。她不能嫁给一个比她大26岁，而且是结过婚、有过生育的男人。这样不仅被世人耻笑，也是违背基督的教义的。
无奈之下，宋父只能将宋庆龄软禁在家中，试图阻止这段在他看来有违伦理的婚事。多方的压力，就连孙中山都写信询问宋庆龄，两人的婚事是否再斟酌一下。然而宋庆龄的意志却如钢铁般坚定，他在给孙中山的回信中写道：我愿做你的妻子，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，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你。敬爱的孙先生，我很理解您的心情，家中的人仍然反对我和您的结合，而且父母已经替我选择了另一门婚事，但是我是死也不会从命的。我觉得我的生活离开了你的事业就没有意义。见宋庆龄有如此决心和勇气，让孙中山大为感动。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诚意，孙中山将原配夫人卢慕贞接到日本，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。1915年10月，在一个夜晚，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，毅然从窗户爬出，逃离家庭的禁锢，奔赴日本，回到孙中山的身边，并在1915年10月25日，两人于东京日本律师和田瑞的家中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。两人的婚礼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隆重，到场祝贺的只有少数几位挚友。彼时的孙中山49岁，而宋庆龄22岁。当宋家树得知宋庆龄私奔后，便匆匆奔赴日本，试图阻止两人成婚，可还是为时已晚。怒上心头的他，甚至扬言要与宋庆龄断绝父女关系。但在两人结婚后，宋家树在众人的劝说下，最终还是想通了，后来还给两人补办了一套丰厚的嫁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婚礼上，孙中山送给新娘的结婚礼物并非什么珠宝首饰，而是一把手枪。这枪里配了20颗子弹。他告诉宋庆龄，前19颗是送给敌人的，而最后1颗则是在危急时刻留给自己的。这份特殊的礼物也象征着二人的结合，不再是寻常的门第联姻，而是一对风雨与共、生死同心的革命伴侣。这或许就是革命者独有的浪漫，把生命托付彼此，共赴生死未卜的革命征程。自此，宋庆龄便以孙夫人的身份，成为了孙中山最忠实的战友，陪伴他走过了生命中最后也是最艰苦的10年。孙中山还曾为两人的结合写下了“京城无间同忧乐，独爱有缘共死生”的情诗。这不仅是他们爱情的写照，也成为了宋庆龄一生为之奋斗的誓言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年龄只是外在的差距，精神契合、心意相通、信仰相同，才是二人跨越27岁年龄差，不顾世俗眼光，坚定携手共度一生的真正缘由。